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立冬后要多吃南瓜，这个时候的南瓜更加的清甜。今天就分享一个新吃法，做出来比包子简单，比油条还要好吃，外酥里嫩，吃起来糯糯的，非常的香。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块比我还老的老南瓜，先把南瓜皮去掉。这个南瓜皮呢很硬，而且我们切的时候也要用一点力。南瓜营养丰富，吃一个南瓜能顶2只老母鸡，所以南瓜的营养真的是非常的高。在用南瓜做美食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去皮哦，这样口感才好。南瓜的外皮切掉之后，再把南瓜给它对半切开。如果买的南瓜有籽，乃要用勺子将南瓜里面的籽给它取出来。我买的南瓜没有籽，把它放入盆中，然后倒满1大碗清水，将南瓜给它清洗一下。我们清洗南瓜的时候，把里面的瓜瓤给它清洗干净，用勺子给它刮一刮，这样能快速的去除瓜瓤，这样也方便我们下一步的操作。南瓜全部处理干净之后，将它清洗干净，就困水拿出来，把它放到案板上，先把它切小块，再把它切成薄片。其实这里我们随便切都可以，不过切薄一点容易熟。南瓜全部切好之后，放入蒸笼里，先整理下，再把它放到蒸锅里面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开大火蒸15分钟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准备馅料。准备几个红枣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再加入小把葡萄干，倒入少许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入1勺食盐，加入1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面粉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些褶皱，里面都是脏污纳垢的地方，只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面粉呢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葡萄干和红枣清洗得更加干净。抓拌均匀后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再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盐分和面粉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在案板上，再取出一把剪刀，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红枣处理好以后，再用刀把红枣和葡萄干切碎，尽量切得碎一些，给它多切一会，最后切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到碗中备用。准备2个公鸡蛋，打入碗中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搅拌均匀后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的南瓜也蒸好了，哇，有一股南瓜的清香味。我们用筷子轻轻的一插，穿透了就熟了。然后用铲子将它铲入大碗中，这个时候我们加入1勺白糖，
然后用铲子将它压碎。这里我们要多压一会，压得越碎越好，那样做出来的南瓜饼特别的好吃。南瓜压碎之后，再往里边加200克糯米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如果觉得太干，我们可以加一些清水；如果觉得太稀，就往里边加入糯米粉，就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这个面团需要多揉一会才能揉光滑，就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糯米团就可以。把刚才切好的红枣和葡萄干倒入南瓜里面，然后下手给它抓拌一下，抓拌均匀，把所有的红枣馅搅拌均匀，这样做出来的南瓜饼非常的好吃。所以我们要用手不停地揉，把所有的红枣馅都融化在一起，揉成像我们手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先取一小把糯米面团，大概是30克左右，用手捏一捏，给它捏得紧实一些，再放到手心给它搓圆，搓成和乒乓球一样大小的小圆球。接下来我们用手将它压平，把它压成月饼那么大小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把做好的饼一个一个的放在案板上，这样做出来既漂亮又好看，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。然后再撒上一些白芝麻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，而且还能补钙。每个小饼呢，都要给它撒上一些白芝麻。全部撒好后，用手按压一下，让芝麻粘得更加牢固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像这样，我们的南瓜糯米饼生胚就做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平底锅，加入一点点食用油，然后把一个一个的南瓜饼摆在平底锅上面，中间给它留一点空隙，防止它们粘连在一起。全部放进来之后，我们开小火慢煎，把南瓜饼给它煎至底部定型。南瓜饼煎至底部定型之后，晃动一下锅，然后用铲子将它翻一个面，把南瓜饼煎至两面金黄，这样煎出来的南瓜饼既好看又好吃，比土豆饼还要好吃，外酥里嫩，真的是特别的香。自己在家做的成本也比较低，而且老人和小孩都特别爱吃。把它煎成像这样子，然后将它摆入盘中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。这样做出来的南瓜饼酥酥脆脆的，吃着特别的香，而且软糯香甜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可以多做一点，把它放到保鲜袋里面，将它装起来放冰箱里。如果早上来不及做饭的话，可以带上几个，做早餐当零食都非常的不错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